大家好，我是他山之石。今天要聊中美博弈、和平线上较量和现实矛盾。中美之间的全球角力，就像一场激烈的棋局正在展开。两国进行了一系列接触，但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正忙于展示自己的软实力和硬实力，维也纳的战略对话成为了高级别的交锋，一场长达8到10个小时的严肃对话，几乎触及了所有议题，通过口译进行了交流。这场对话不仅仅是一场表面的交流，它展示了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实力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在欧洲和中亚地区进行布局，而美国则在 G7 等地方采取行动。这说明中美之间的较量并不仅限于维也纳的对话，双方都在各自的领域进行布局和交锋。这是全球竞争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表现，可以称之为中美软硬全开。然而，双方并没有完全寄望于外交谈判来达成共识，情况并不简单，他们仍在各自的阵地上进行布局并交锋。关于中美之间对话、交易或暂时性妥协的后续发展，目前仍需要进一步观察。拜登政府希望对中国施加压力，以便与中方进行接触，尽管这种做法可能存在风险，并可能失去谈判筹码。这是美国的立场，但也有一些人反对拜登过于急躁，认为这样做可能会失去谈判筹码。自气球事件以来，中美关系处于准冷战状态，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可能轻易与美国妥协，必然会在具体条件上提出要求。美国国务院在事后发布了一份声明，称双方进行了坦率、实质性和建设性的讨论。声明中提到的主要议题包括中美双边关系、全球安全问题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处理。这是首次承认谈判需要解决俄乌战争问题，暗示认为没有中国的参与无法解决。此前，美国一直拒绝此事，但现在似乎意识到中国在解决这一全球议题上的重要性。中国大陆发布了和平立场文件，但美国却指出中国未谈及撤军，认为其是虚假表态。然而，在中美接触之前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解释了中国的立场，称中国尊重各国领土完整，包括撤军在内。由此，美国开始放软立场，并意识到需要中美合作处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。美国国务院文件首次将中美对话与乌克兰战争联系在一起。此外，台海问题成为中方最重视的议题，双方将维持重要的战略沟通管道，以达成共同目标。尽管目前各种战术层面的沟通管道暂停，如布林肯无法访问中国大陆和国防部，在佩洛西访台后暂停一切沟通管道，但最高级别的战略沟通管道仍将维持。中国方面由王毅担任，美国方面由苏利文担任，有人将其称为龙兵，但目前仍存在双方各自的诉求。美国众议院的麦卡锡公开表示，从2023年5月开始，美国将逐笔审查支援乌克兰的资金。此外，G7财长会议通过了进一步援助乌克兰的决议，总金额约为440亿美元，与2022年相比有很大差距。这表明第一点即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必须做出一定程度的处理，否则拜登明年的选举将充满不确定性。第二点涉及美国不方便公开谈论的问题，包括美债、财政和金融的相对稳定。美国需要中国的配合，这两点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。或许有人会感到奇怪，为什么中国会理会美国的请求？这涉及中国大陆整体的布局。中国大陆真心希望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火能够停息，并通过这个议题来影响欧洲。因此，我们看到王毅与苏利文在维也纳进行高级别战略对话的同时，中国大陆也派遣了许多官员到欧洲进行对话。中国大陆认为有必要与美国进行高层次的对话，因为欧洲国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。中国认为不能完全忽视与美国的交往。此外，中国还准备就即将在广岛举行的 G7 峰会稳定欧洲国家的立场，以避免 G7 做出对中国过于强硬的声明。总的来说，美国考虑到自身选举因素的影响，无论是为了停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，还是为了解决面临的美债的财政问题，都必须处理与中国的关系。而中国大陆则主要出于稳定欧洲的考虑，通过与欧洲合作来制衡美国。这种中美博弈在和平立场文件与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愈发复杂，各方都在努力争取自己的利益和目标。未来的发展将取决于双方的谈判和努力，以及全球局势的变化。在G7会议上，中美关系进一步成为讨论的焦点。双方都有特定的需求，而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声明虽然篇幅不长，却表达了许多内容。与此同时，新华社发表的新闻稿更加简短，显示双方都非常谨慎，不愿轻易透露信息，以免显得示弱或让步。实际上，双方刚刚开始展开对话。对于王毅和苏利文的会晤，已经有人整理了美国的一些反应。有人认为这样的举动会让人感觉美国在祈求强大对手的青睐，这一观点基本上是反对的。他们认为这样会显示拜登的示弱态度。然而，也有另一种较为正面的看法，认为美国仍需要赢得欧洲的信任，不能让人觉得他们故意与中国对抗，试图利用这一点来牵制欧洲。同样，中国也有这样的需求，即稳定局势并尽力而为。
因此，双方都在考虑对话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综上所述，中美之间的较量涉及全球区域安全议题，双方在维也纳的战略对话中进行了严肃的讨论，展示了各自的实力和立场。美国迫切需要解决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自身的财政问题，而中国则希望通过解决乌克兰问题来影响欧洲并维护稳定。双方都意识到与对方的对话和合作的重要性，尽管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和挑战。这显示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，双方仍在各自的领域进行布局和交锋，但也寻求通过对话和合作来达成共识和稳定。中美关系迅速恶化有多个因素，而美方在其中承担了一定责任。在2022年11月的巴厘岛会议上，习近平和拜登会面，拜登提出了事不遗无益的主张。中国新华社在会后的新闻稿中明确提及了这一主张，而美国并未予以否认。然而，之后美国的行动完全违背了事不遗无益的原则，这激起了中国的愤怒。事不遗无益包括不打新冷战、不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、不围堵中国以及不进行与台独有关的行动。然而，美国后来采取的行动与这些原则完全相反。如果美国认为事不遗无益不是共识，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提出抗议呢？因此，中国认为美国言行不一致，这进一步恶化了两国关系。西方媒体开始将乌克兰战争置于首要位置，审视中国在解决乌克兰问题中的角色，这导致他们开始改变对中国的态度。他们认为只有中国才有可能与俄罗斯进行实质性对话。俄乌战火愈演愈烈，形势变得十分紧张。在2023年5月14日，有4架飞机在俄罗斯领土上被击落。无论原因为何，这个事实不容忽视。俄罗斯对基辅进行了更多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，乌克兰也在准备反击，有可能目标是扎波罗热。不过目前还在酝酿之中。然而，法国和德国等周边国家并不希望事态进一步恶化，因此春季反攻的计划一再被推迟。此外，军事援助的补给也没有如预期那样顺利。上周，欧洲和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230辆坦克，但乌克兰所需的装甲车数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虽然乌克兰已经集结了近8万人的军队，但我们不深入探讨这些细节。总而言之，目前战争仍处于酝酿之中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，中国在俄乌停火问题上能够发挥重要角色。俄乌双方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进入关键的谈判阶段。有消息称，中国派遣欧亚事务代表李辉前往5个国家，包括乌克兰、波兰、法国、德国和俄罗斯。这5个国家的选择非常代表性。法国和德国代表了欧洲大陆的大国，而波兰则代表亲美阵营。波兰在乌克兰西部拥有一些领土，并与乌克兰有着紧密的关系，因为波兰也是一个天主教国家。李辉的访问计划非常周密，他的访问3个欧洲国家具有重要象征意义，并计划访问乌克兰和莫斯科。李辉在中国大陆被公认为对俄罗斯、乌克兰和东欧事务最为了解的专家。他此次访问可能是为了了解各方真实观点，并寻求谈判机会。随着俄乌战争的升级和各方的努力，局势变得异常紧张。风云变幻之际，关键的对话和谈判成为了重中之重。尽管目前战火仍未止息，但各方都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，以避免进一步的血腥冲突和不可预测的后果。俄乌战争正逐步升级，冲突呈现出严峻态势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中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李辉的访问有望为和平进程带来新的机遇。我是他山之石，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关注，谢谢您的收看。